香港 WiFi Court 的惨烈火灾震惊全球。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造成多人死亡、多人重伤，也让人看到密集住宅区火灾的恐怖后果。与香港类似，新加坡高度依赖高层住宅模式，是不是大部分居民居住的地方？如果类似的灾难在新加坡发生，那后果会是什么？新加坡以严谨的管理和相对较安全而闻名，但真实的火灾数据揭示，我们的安全并非如表面看起来那么牢固。在过去1年，新加坡共发生了1990起火灾，比去年增加了1.8%，其中住宅火灾仍占比近一半，约有968起。数据触目惊心，火灾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新加坡在实际生活方式和火灾应对方面是否正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风险。第一章，数据背后的隐患。新加坡人的火灾风险正在改变，尽管住宅火灾的数字下降了一些，但风险并未减少，而是从传统厨房火灾转向了更具杀伤力的新兴火灾模式。过去的数据显示，导致火灾发生的3大主要原因是无人看管的烹饪、电器故障以及点燃物品。这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很多人的日常行为习惯已经成为潜在火灾隐患。然而，这些传统型火灾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近年来，来自锂电池的火灾快速上升。2024年，主动移动设备相关火灾达到了67起，增长了21.8%。锂电池的爆燃温度高，扩散快，火焰强度远超普通电气火。更可怕的是，它正在每个阶层扩散。外卖送餐员的电动车电池，家庭中的电动轮椅，年轻人喜欢的滑板车和平衡车，几乎所有家庭都有潜在接触。火灾危险正随着生活方式改变而升级，但许多家庭却没有同步增强对新兴火灾来源的警惕。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特殊群体的火灾风险常年存在。例如2020至2024年间，新加坡的黑布共发生23起与囤积相关的火灾。这种火灾并非因为燃烧特别快，而是堆积物严重阻碍了逃生通道，并让独居老人及行动不便者陷入危险。这一现象尤其对年长居民、租赁房住户等脆弱群体更加致命。整体来看，新加坡住宅火灾的总数字从2020年的939起降到了2024年的803起，表面呈现稳中有降。但如果忽视从传统火灾向新兴火灾的变化趋势，新的结构性风险可能被低估。锂电池技术、家庭设备升级、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正在让更多家庭成为潜在的高危点。第二章，香港大火的启示。新加坡住宅风险在哪里？香港大火的惨烈让我们看到高层住宅火灾的一些关键特点，而这些特点与新加坡的住宅情况存在共通之处。首先是楼宇翻新与装修材料的问题。在香港大火中，抓人眼球的是涉及翻修工地、电器负荷过载以及易燃材料带来的隐患，而类似问题在新加坡的家居装修中也常见。如今家庭装修越来越普遍，小型承包商常非法改造电线，甚至使用廉价材料。在过去几年 SCTF 检查中，电线非法接驳是最常见问题之一。问题看似是施工人员的违规行为，但实际上是法规执行力度不足以及家庭安全意识缺乏的结果。其次，香港的事件让人意识到高层住宅的垂直风险被严重低估。新加坡的黑布与高层公寓有烟囱效应，一旦起火，烟雾扩散速度比低层建筑快得多。在新加坡，火灾死亡多数并不是因为被烧伤，而是吸入烟雾。这不仅是建筑设计问题，也与火灾预警系统和逃生方式认识不足有关。另一个值得借鉴的教训是家庭充电需求的暴涨。香港火灾反映了高负荷电器设备的潜在风险，而在新加坡问题也已显露，住户使用电子设备数量增长迅速，包括手机、平板充电宝和电动车电池。旧黑布的电路容量却未设计用于支持巨大的电力负荷，这使得过载频率增加。同时，居民夜间充电的习惯加剧了火灾风险，充电设备已是重要隐患。第三章，我们可以做什么？改变从家庭和社区开始。面对这些鲜明的风险，新加坡每个家庭需要从自身出发，采取真正可操作的行动，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和组织的呼吁。不妨从家庭用电习惯开始，比如避免使用廉价的多孔插头，因为这些插头通常是起火的最常见源头。其次，电池产品必须选用经过认证的合格充电器。最重要的是，夜间充电时要确保通风良好，绝不能将电器封闭在柜子或狭小的空间中。此外，我们面对行动不便的家人时，也需要设计出更具体的逃生预案，比如让他们第一时间关门封烟，而不是试图逃跑。这些都是 SCTF 专业建议，但很多民众并不熟悉。与此同时，新加坡的邻里文化应该继续发挥作用。每个楼层建立 WhatsApp 群组，可以不仅用于日常交流，更重要的是在发现火灾或隐患时及时互助，比如提醒邻居清理囤积物，或者协助独居老人进行安全检查。这种社区互助模式是最新加坡式的，也是最容易帮助居民减少火灾隐患的一步。第四章，你家的防火准备到位了吗？我们不应该只是问新加坡会不会发生大火，更应该问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化这么快，家庭和社区真的跟上了吗？
火灾并不局限于某一场意外事件，它来源于我们每天的习惯、物品使用方式和对风险的忽视。或许这就是香港惨剧给我们的最大提醒。真正的火灾危险不是未知的大灾，而是你每晚插入插线板的充电器、厨房悬空燃烧的油锅，以及邻居楼道里囤积已久的杂物。最后关注我们的频道，留言告诉我们你家的最后一次防火检查是什么时候？我们希望与你一起整理出一份新加坡家庭防火指南，让每一个家庭和社区都远离火灾威胁。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我们将带来更多关于新加坡的相关内容。